我拼死拿下1个亿核心项目，坐等400万奖金入账，怎么就因迟到1分钟被老板的空降情人全扣光了？老板的情人孟瑶，空降行政总监，上任第1条新规就是迟到零容忍，转头就在公司大群转全体发通报要取消我的巨额奖金。通报没点名，可字字都像巴掌扇在我脸上。随后我冲进老板办公室要说法，他非但不主持公道，还言语轻佻，让我晚上去他住处拿补偿。我当场摔门而出，准点打卡下班，去接客户的 bug 修复电话。抱歉，公司规定下班后是私人时间。哦，对了，忘了通知您，明天起我就是客户方的项目顾问了，咨询费按分钟计费，每分钟5000。想解决 bug， 先让周总带上诚意和预付款来我办公室排队吧。我才走了2步，就被一道身影拦住去路。孟瑶抱着手臂，一副老板娘的姿态，问我脾气不小。周总的话还没说完，我就赶走。我没说话，命令我立刻回去给周总鞠躬道歉，否则就算我旷工。我深吸一口气，转身走进老板的办公室。对不起，周总，我不该顶撞您。孟瑶嗤笑一声，她走到周启明身边，声音嗲声嗲气：周总，我看他根本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居功自傲，不服管理，这种风气必须得刹住。随后他转向我，下巴抬得高高的，我转身就走，没再看他们一眼。回到工位，屁股还没坐热，孟瑶又跟了过来。他将一份精美的用车申请单拍在我桌上，故意提高音量，确保整个部门都能听见，说我是他们的大功臣。周总说了，这笔申请就从我的项目款里出。我拿起那张单子，上面写着保时捷 Panamera， 预算200万，用车人那一栏写着孟瑶的名字。他嗲声嗲气地补充道，算是我为公司做的额外贡献了。整个部门几十号人齐刷刷低下头，敲键盘的声音都消失了。他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让我亲手批准，把我的奖金变成他的豪车。我盯着他一声不吭，他等了几秒，大概是觉得无趣，扭着腰走了。没多久，他端着一杯滚烫的咖啡从行政部出来，路过我工位时，他脚下一崴，惊呼一声，整杯咖啡不偏不倚全泼在我的键盘上，滚烫的液体溅起几滴，烫在我手背上，火辣辣地疼。他低头用只有我们2人能听到的声音说，手不干净，我帮你洗洗。随后他直起身，轻飘飘地说了句抱歉，林经理，手滑了。我全身都在发抖。就在我准备站起来的一瞬间，手机疯狂震动。公司大群里，周启明发了一篇长文，标题是写给公司里那些自以为是的功臣们。文章里我成了那条被农夫救了却反咬一口的毒蛇。随后他艾特全体成员并发布指令，让大家认真学习周总文章精神，半小时内每人提交一篇不低于800字的心得体会，统一发到群里，做得好的有额外奖金。很快一篇篇心得体会开始出现，每一条都艾特了我的名字，不是坚决抵制忘恩负义的小人作风，就是做人要懂得感恩，不能有点功劳就翘尾巴，再就是支持公司严惩害群之马。我靠在椅背上，手背上的红肿越来越疼，没有退群回复，只是冷静地截取了周启明的发言和孟瑶的迟到打卡后台记录，加密保存，然后打开了与客户秦总签订的那份1个亿项目的合同 PDF， 逐字逐句地看着当初自己亲手加进去的条款，特别是关于阳光条款的那部分，不禁冷笑一声。第二天我彻底变了，项目晨会不开了，客户进度不跟了，办公桌上电脑旁边多了一个泡着红枸杞的保温杯。我每天准时到公司，打开电脑不是看项目代码，而是研究最新的劳动法和各种离职仲裁的经典案例。孟瑶大概以为我认命了，开始变本加厉，他让 IT 部进行系统安全升级，要暂时收回我的管理员权限，让我配合一下，又说公司服务器资源紧张，我的邮箱容量需要从10G 限制到10M， 让我及时清理不必要的文件。我的项目管理员权限被公开收回，公司邮箱变成了一个连稍微大点的附件都收不了的摆设。更恶心的是，茶水间里孟瑶当着所有人的面把我那个贴着名字的专属水杯直接扔进了垃圾桶，说公司资源紧张，有些人不干活了就别占着茅坑。我面无表情地走过去，从垃圾桶里捡回我的杯子，转身就走，身后是他们更加放肆的嘲笑。我回头正好看见周启明从办公室出来，他看见了这一幕，非但没有制止，反而对孟瑶露出了一个赞许的微笑。下午4点，项目突发重大 bug， 客户方的物流系统半瘫痪，每小时损失上百万。周启明的电话打过来，10万火急的把我叫进办公室，他满头大汗，虚伪的笑，仿佛之前的一切都没发生过。思雨，出大事，只有你能解决。那副嘴脸和昨天判若两人，我一反常态，微笑着点了点头。周启明长舒一口气，彻底放心了，以为我被他拿捏住了。我回到工位，打开电脑，开始慢悠悠的看起了代码。5点59分，我保存好所有打开的文档，关机，然后拎起包走向打卡机。6点整，打卡成功。我转身要走，周启明冲了过来，拦住我，问我去哪。bug 还没解决，指了指墙上的打卡机，露出一个标准的微笑。周总，6点整下班时间，公司规定加班需要提前1天提交申请，由总监和您双重审批。我今天没收到审批单。孟瑶也跟着冲了过来，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故意的，想害公司被索赔。我摊开手，一脸无辜，孟总监，我只是在严格遵守您亲自制定的规章制度啊。我看向他，笑得更灿烂了。再说，我的管理员权限不是被您收回了吗？公司邮箱也用不了，连修复方案都发不出去，您让我怎么加班？这时，周启明的手机在疯狂响起，是客户秦总的夺命连环 call。他对着电话点头哈腰，跟秦总保证一定解决。挂了电话，他对着我咆哮，命令我立刻回去处理。我拿出手机，按下了录音键，平静地问他，周总，您现在是以个人身份还是公司名义强制要求我在非工作时间进行无偿劳动？我还告诉他，这违反了劳动法第31条，并且刚刚对我进行言语威胁，声音太大了，整个部门都听见了，这完全可以找治安部门来审理了。周启明气得咬牙切齿。思雨，你有种！第二天我一进公司，整个部门的气氛都不对了。昨天还跟我有说有笑的同事，今天看见我眼神闪躲，错身走开。技术部的小李偷偷给我发来一条消息，
让我快看部门经理群，上面是孟瑶发的通知，鉴于近期项目出现重大风险，导致客户不满，经研究决定即日起技术部所有人的报销申请奖金暂时冻结，待风险解除后另行通知。我气得握紧拳头，却也无可奈何。下午，周启明突然在公司大群里艾特全体成员，宣布今晚将举办公司年度客户答谢暨慈善晚宴，然后他特别点名要求我作为核心项目负责人必须盛装出席，美其名曰向我们的重要客户展示公司核心员工的风采。孟瑶作为主持人，宣布今晚有一个特别的惊喜环节，我们公司的金牌项目经理林思雨小姐自愿将她在1个亿项目中获得的其中200万奖金全部捐赠给春蕾慈善计划。话音刚落，一束刺眼的聚光灯打在了我的身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2个穿着工作服的壮汉已经一左一右搀扶住了我的胳膊，我被半推半就地带上了舞台。孟瑶走过来，把写着200万元整的巨大道具支票牌硬塞进我的手里，他凑到我耳边，声音压得极低，让我笑，不然我手下那帮人这辈子都别想拿到1分钱奖金。我被迫举着那块牌子，脸部肌肉僵硬，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仪式结束，我几乎是逃一样的冲向洗手间，用冷水一遍遍的泼着脸，可那种深入骨髓的耻辱感怎么也洗不掉。我从洗手间出来，周启明和孟瑶挡住了我的去路。周启明满身酒气，眼神黏腻的在我身上扫来扫去，说思雨别闹脾气了。他上前一步，几乎贴在我身上说200万没了，但我还有他。他用一种施舍的语气说，今晚去我那儿把我伺候舒服了，你手下那些人的奖金我明天就批。孟瑶在一旁抱着手臂，像看戏一样轻蔑地对周启明说，启明，你看他这假清高的样子，骨子里骚着呢，给他个机会，他还得跪下来谢谢你。我猛地推开周启明，由于用力过猛，脚下的高跟鞋一崴，我整个人狼狈地摔倒在地。周启明和孟瑶居高临下地看着我，发出一阵刺耳的嘲笑。我顾不上疼，连滚带爬地站起来，疯了一样冲出晚宴厅，冲进雨夜里，一个人走在无人的街上，终于忍不住蹲在路边放声大哭。就在我哭到浑身脱力时，口袋里的手机微弱地震动了一下，是一条短信，来自一个陌生号码，内容只有一句话：停车场B区，你的价值不止于此。停车场里，秦总靠在他的宾利车边，他看见我狼狈的样子，直接将一份文件递给我，说是投资意向书，他只要我和我的团队。我只问了一句为什么，秦总看着我说他投资的是能力，不是奴性。他话锋一转，说跟我打个赌，他们不仅吞了我的奖金，连我这个月的工资都会动手脚，说如果他输了，投资额翻倍，赢了，明天我就过去。我看着他重重的点了点头，好，一言为定。我发了一夜的高烧，第二天我顶着昏沉的脑袋，强撑着身体去上班。今天是公司发薪日，我从早上等到下午，工资卡的入账短信迟迟没有来，问财务，对方支支吾吾，最后把电话转给了孟瑶。哎呀，林经理，忘了通知你。他说，因为我被定性为高风险员工，我的工资将以现金形式发放，需要我本人亲自来公司办公室清点签收。尽管我头痛欲裂，浑身发烫，但为了拿到钱，我决定听话照做。但我没有被带到他的办公室，而是被直接带到了阴冷潮湿的仓库。周启明和孟瑶早已等在那里，他们身后是一个巨大的麻袋，里面鼓鼓囊囊。孟瑶指着那个麻袋，笑得花枝乱颤，说林大经理，你的工资一分不少全在里面了。说为了让我好好反省，他们特意帮我全换成了1毛的硬币。你现在可以开始点了，点不完不许走。我看着那个比我还高的麻袋，里面混杂着灰尘和建筑垃圾的硬币，散发着一股霉味，发着高烧，身体摇摇欲坠。点完这些跟要我的命有什么区别？我转身想走，2个早就守在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的去路。周启明走上前，用手背拍了拍我滚烫的脸颊，声音油腻说，思雨别给脸不要脸。他说，要么现在跪在地上像条狗一样把你的钱数清楚，要么今晚去他房间，他亲自补偿我。我眼前一黑，再也支撑不住，重重的向后倒去，撞到了那个麻袋，麻袋破裂后无数硬币倾泻而出，瞬间将我半个身子掩埋。周启明和孟瑶爆发出肆无忌惮的狂笑，孟瑶拿出手机对着我连拍了好几张照片，说这可是他们公司最美的风景线，得好好留念。我想起了秦总的那个赌约，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一字一句地说，周启明，你别高兴得太早，从今天起，我将作为你公司新客户的全权代表。周启明脸上的笑容僵住了，我平静地注视着他，我的咨询费按分钟计，每分钟5000，想解决那个致命的 bug， 就让财务备好预付款，明天早上9点，你亲自带着公章来我新办公室门口排队。说完那句话，仓库里一片寂静。周启明和孟瑶脸上的震惊，他们大概觉得我烧糊涂了，在说胡话。孟瑶第一个尖叫起来，声音尖锐，刺得耳膜生疼，说我彻底疯了，还骂我现在就是一堆烂泥里的蛆。他一边骂着，一边又举起手机，镜头对准我这张狼狈不堪的脸，准备录下更狼狈的视频。周启明被彻底激怒，一把抢过孟瑶的手机，狠狠摔在地上，屏幕碎成蜘蛛网一样的纹路，狞笑着走来，皮鞋踩在满地的硬币上，发出哗啦哗啦的刺耳声响。还敢嘴硬，老子今天就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的主子。他高高扬起手，那只手青筋暴起，掌心带着风，准备一巴掌扇在脸上。我闭上了眼睛，就在巴掌即将落下的一瞬间，一声巨响，仓库厚重的铁门被从外面猛地踹开，那声音像炸雷一样在空旷的仓库里回荡。一队穿着黑色制服的安保人员冲进来，动作极快，步伐整齐，像是排练过无数次。两人直接上前一左一右，架住了正要施暴的周启明，将他的胳膊反拧到背后。在一片混乱中，秦总的身影出现在门口，身后还跟着2名穿着白大褂的急救人员，手里提着印着红十字的急救箱。他没有看周启明，目光第一时间锁定在我身上，那双眼睛里有一
一种从未见过的沉静和笃定。周启明疯狂挣扎，放开我！你们是谁？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秦总缓缓走过来，每一步都沉稳有力，从口袋里拿出一支通体漆黑的钢笔，扔在周启明脚下。这支笔是他上次给我的，里面有定位和紧急呼叫装置。秦总的声音不大，却字字诛心，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周启明那层嚣张的皮囊，说他不是跟我打赌我会作恶，只是预判到像我这种蠢货一定会用最没品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这不叫赌博，这叫风险预案。急救人员迅速上前，用最专业的态度检查伤势。女医生跪在地上，把冰凉的听诊器贴在胸口，另一只手稳稳托住后脑勺，量了体温，体温计发出滴滴一声响。她盯着屏幕，眉头紧锁，大声爆出：高烧39.5度，表皮多处擦伤，生命体征不稳定，需要立刻送医。孟瑶见势不妙，想偷偷删除手机里的照片，手指颤抖着在屏幕上乱点，额头上的冷汗把妆都晕开了。一名安保人员一个箭步上前，从他手中取过手机，动作干脆利落，告诉他手机内的内容可能涉嫌非法拘禁和人身侮辱，将作为证据呈交警方。孟瑶的脸瞬间血色尽失，我被小心翼翼地抬上担架，担架的帆布冰凉，却让滚烫的身体感到一丝短暂的舒适。经过周启明身边时，微微睁开眼，眼皮沉得像灌了铅，看着他那张因屈辱而扭曲的脸，五官挤在一起，像一只被踩烂的柿子，用仅存的力气无声地做了一个口型，排队。那两个字轻得像羽毛，却像一把刀，狠狠捅进他的胸口。被抬出仓库时，公司所有闻讯赶来的员工都堵在走廊里，乌泱泱的一片，至少有上百人。他们瞪大眼睛看着这一幕，嘴巴微张，脸上写满了难以置信。他们眼中不可一世的老板和老板娘像犯人一样被控制着，哪里还有半分从前的威风？而我则在医疗团队的护送下被抬上救护车，在 VIP 病房醒来，病房只有心电监护仪发出的声响。秦总的助理在一旁低声汇报，声音压得很低，怕吵到我，说所有医疗费用由他们承担。警方已对周启明、孟瑶二人以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立案，但他们动用关系暂时取保候审了。话音刚落，病房门被粗暴地推开，门把手撞在墙壁上，发出砰的一声闷响。周启明满脸狰狞地冲进来，身后跟着脸色惨白的孟瑶，他眼睛里布满血丝，西装皱巴巴的，领带歪到一边，哪还有半点成功企业家的样子。他将一张银行卡和一份打印好的和解协议狠狠摔在床边的柜子上。我把你从一个黄毛丫头带出来，没有我你能有今天？卡里有50万，签了协议，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别不知好歹。孟瑶在一旁尖声附和，声音又尖又细，像一只被踩住尾巴的老鼠，说他们给我钱是看得起我。你还真想把事情闹大，和公司鱼死网破，你斗得过我们？我静静地看着他们在病房里像两只小丑一样表演。周启明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搐，额头上青筋暴起，像两条蚯蚓在皮肤下面蠕动。孟瑶则不停地绞着手指，指甲上的水钻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晃得人眼睛疼。等他们说完了，我才开口，声音沙哑的像砂纸磨过喉咙。周总，你说的恩情，在我为你熬夜拿下第一个100万订单时就还清了。我那时候连续3天3夜没合眼，困了就喝浓咖啡，饿了就啃冷面包，最后把合同放在他桌上的时候，他连一句辛苦都没说。后来是我用一个又一个项目在养活他，可他身边这条只会摇尾巴的狗。周启明被戳中痛处，彻底失控，指着我咆哮，反了你了！你信不信我让你在这个行业里彻底混不下去？我一句话就能让你身败名裂。我轻笑一声，嘴角扯出一个讽刺的弧度，说我的名声不，周总现在该担心名声的是你。按下床头的呼叫铃，那个红色的按钮在指尖微微凹陷。秦总的法律顾问推门走进来，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直接将一份文件递到周启明面前。周先生，这不是谅解协议，这是重大违约及商业欺诈告知函。你可能忘了，当初林小姐亲手起草并让你签字的1个亿项目合同里，包含一条有我司公证的阳光条款。周启明的脸色变了，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冰水，从脖子根一直红到额头的那股怒气瞬间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死人般的灰白。律师继续说，该条款规定，若乙方及贵公司高管出现任何触犯法律、违背商业道德，甚至对甲方核心项目负责人及林思雨小姐进行人身攻击或侮辱的行为，都将触发惩罚性违约。律师顿了顿，从公文包里又抽出一份文件，翻到最后一页，用指尖点着上面的红章，抛出最后的炸弹，说我方不仅单方面终止全部合作，且无需支付任何违约金，同时将即刻起诉贵公司，追讨因恶意拖延和违约行为造成的千万级损失。顺便说一句，警方刚刚拿到了你办公室的监控录像以及孟小姐手机里的照片，你和孟小姐在仓库里的所有言行都将成为呈堂证供。周启明如遭雷击，浑身颤抖，那份告知函从他手中滑落，纸页散开，像一只折翼的白鸽缓缓坠落，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却只发出一些含混不清的气音。孟瑶则两眼一翻，身子一软，直接吓晕过去，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板上。那件昂贵的香奈儿套装蹭上了灰，狼狈至极。我拿起手机拨通秦总的电话，手指稳稳地按在屏幕上，电话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用无比清晰的声音说，秦总，明天我正式入职。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手背上，照在那片被咖啡烫过的红痕上，那痕迹已经淡了很多，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办完出院手续，没有直接去秦总为我准备的新公司。出院那天是个晴天，空气里有一股初秋的凉意，街道两旁的银杏树开始泛黄，叶子在风里打着旋儿落下来。换上一身剪裁凌厉的黑色西装，面料挺阔，肩膀处的线条锋利的像刀刃，带着那几个核心技术骨干，他们每个人都精神抖擞，眼里闪烁着一种压抑已久的兴奋。回到了那栋让我备受屈辱的办公室。
办公楼，大楼的外墙在阳光下泛着冷冰冰的金属光泽，玻璃幕墙倒映着天上的云，和从前没有任何区别。周启明正在办公室里焦头烂额地打电话，试图挽救他那艘即将沉没的破船，声音隔着门都能听见，时而哀求，时而咆哮，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的困兽。带着团队出现在他公司门口时，他色厉内荏地吼道：“你还敢回来？保安，保安，把他们给我轰出去！”保安没有动，他们站在门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手里的对讲机都没敢举起来，因为身后秦总的首席律师和一支专业的资产清算团队已经出示了法院的资产保全令和债务抵押授权书。那些文件上面盖着鲜红的法院公章，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首席律师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每一个字都像锤子一样砸在周启明的心口上。宣布周先生因贵公司无法偿还惩罚性违约条款所产生的3000万巨额债务，我方已启动资产抵押程序。简单来说，从现在起，这家公司包括你坐的这张椅子都属于我的当事人了。在周启明和孟瑶呆若木鸡的注视下，径直走向老板办公室。走廊两边站满了曾经的同事，他们自动让开一条路，眼神里有震惊，有敬畏，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快意。那张宽大的老板桌后，桌面是深色的胡桃木，光可见人，能映出倒影。周启明曾在这里无数次羞辱我，威胁我。他翘着二郎腿靠在椅背上，用那种居高临下的眼神看我，像看一条摇尾乞怜的狗，伸出手指尖触到冰凉的皮质椅背，轻轻拂去上面并不存在的灰尘，然后缓缓坐下。那椅子很软，包裹住身体，和我从前坐的那把硬邦邦的办公椅截然不同。靠在椅背上，感受着真皮的质感，皮革有一点点凉，带着一股淡淡的保养油的气味。周启明终于反应过来，疯了一样冲进来，脸上的肌肉因为愤怒而扭曲，五官几乎挤到了一起，吼着那是他的办公室，让我滚出去，声音嘶哑的几乎破了音。没有看他，目光越过他，落在他身后那扇巨大的落地窗上，窗外的城市天际线尽收眼底，高楼林立，车流如织。我对身后的清算团队负责人说，这位周先生似乎对新环境不太适应，麻烦按流程清退，无关人员。声音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就在周启明被2名高大的安保人员架住时，他的双脚在地板上乱蹬，皮鞋蹭出一片黑色的印子，叫住了他。从桌上拿起那份他当初让我签的协议，当着他的面撕成碎片，看着他通红的双眼，那双眼睛里有愤怒，有不甘，有恐惧，还有一丝从未见过的近乎哀求的东西。微笑着说，周总别误会，我不是来跟你讨要那50万赔偿金的。顿了顿，补上最后一刀，因为作为公司的新主人，我现在要考虑的是该以什么罪名起诉你，职务侵占和挪用公款。周启明的脸彻底垮了，整个人瞬间矮了半截。随后他和孟瑶被保安请出了公司大门，被推搡着穿过走廊，经过那些曾经对他们毕恭毕敬的员工身边，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彻底消失在我的世界里，像2颗被浪潮卷走的沙粒。秦总打来电话，电话那头他的声音带着笑意，恭喜你，林总，不仅赢回了尊严，还给自己赢下了一座江山。挂断电话，靠在椅背上，深深吸了一口气。当晚收到小李转发的一条朋友圈截图，是周启明发的，只有一张他站在天桥上，背景是车水马龙的阴郁照片，城市的霓虹灯在他身后模糊成一片光斑，像一场褪色的梦境。配文写着他记住我了，林思雨，我们还没完。接手公司后，一场针对我的舆论风暴爆发了。孟瑶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剪辑的颠三倒四的哭诉视频，视频的背景是他家的客厅，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光线昏暗，营造出一种压抑颓废的氛围。他哭得梨花带雨，眼泪把妆冲出了2道白印子，眼线晕开，像2只熊猫眼，控诉我是小三，尚未恩将仇报，抢走了他和周启明爱情的结晶。视频还附上了几张我和周启明举止亲密的照片，照片里我靠在他肩膀上，姿态暧昧，明显是 PS 合成的，脖子和身体之间有一条模糊的接缝，光影也对不上，P 图技术拙劣的可笑，但节奏就这么被带起来了，像野火一样在网络上蔓延。评论区里充斥着各种污言秽语，紧接着几个行业内有点名气的自媒体大 V 开始同步爆料，他们坐在镜头前义正辞严的谴责，含沙射影暗示我窃取了前公司的商业机密和核心代码，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东山再起，一夜之间被塑造成了人人喊打的窃贼和荡妇。新公司的电话被打爆，全是辱骂和质疑，客服小姑娘接电话接到手软，眼眶红红的，声音都在发抖，团队陷入恐慌。几个刚刚谈妥的重要客户也开始动摇，发来了观望的邮件，措辞客气却充满疏离，知道这是周启明在背后策划的，试图让我社会性死亡的毒计。面对这场危机，没有找公关公司，也没有在网上辩解一个字。坐在办公室里，落地窗外是灰蒙蒙的天空，云层压得很低，像一块进了水的脏抹布。只做了一件事，用公司的官方账号宣布，3天后将召开品牌重启发布会，届时将正面回应一切质疑。消息一出，全网哗然，热度被引爆到了顶点，各路媒体蜂拥而至，预约采访的邮件挤爆了邮箱。发布会当天，会场挤满了准备看我笑话的媒体和行业人士。周启明和孟瑶果然以受害者的身份不请自来，就坐在第一排，脸上带着胜券在握的笑容，那笑容僵硬而刻意，像2张贴在脸上的面具。发布会刚开始，周启明就从座位上跳起来，椅子向后倒去，哐当一声砸在地上，抢过一个记者的话筒，当众嘶吼：林思雨，你这个窃贼，你还有脸开发布会？你先当着大家的面解释一下，你的核心代码是怎么来的？他的声音通过音响放大在整个会场里回荡，刺耳又难听。孟瑶则在一旁完美配合，身子一软，应声倒地，捂着胸口哭嚎起来，声音又尖又细，像杀鸡一样，在全场哗然中异常平静地走上台，高跟鞋踩在木质台阶上，发出笃笃的声响，每一步都不急不缓。聚光灯打在身上有些刺眼，能感觉到那束光的温度暖
烘烘的。谢谢周总和孟小姐的暖场表演。现在请大家欣赏我的第一个作品，名叫《真相》。声音不大，却通过麦克风清晰地传遍会场的每一个角落。身后巨大的 LED 屏幕瞬间亮起，超高清修复版的仓库监控录像公之于众。画面里，周启明和孟瑶如何用混着垃圾的硬币将我掩埋，如何进行人格侮辱和性威胁。那些硬币从麻袋里倾泻而出的瞬间，溅起的灰尘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像一群受惊的飞虫。它们每一个恶毒的字眼，每一个狰狞的表情，都清晰无比地展现在所有人面前。周启明那张扭曲的脸被放大到整面屏幕上，毛孔都看得一清二楚。全场死寂，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只有投影仪的散热风扇发出轻微的嗡嗡声。没有停，继续说道：接下来是作品2，忠诚。屏幕上画面一分为2，左边是周启明鬼鬼祟祟塞钱给公司一名技术员的录音和视频，他弓着腰，东张西望，像一只偷油的老鼠，把一个鼓鼓囊囊的信封塞进技术员的口袋里。右边是这名技术员转身就走进办公室，将录音笔和那笔钱交过来的画面。信封原封不动，连封口都没拆，而这名员工此刻就安静地站在身后，脊背挺得笔直，目光坚定，走下舞台，高跟鞋踩在光滑的大理石地面上，一步一步，声音清脆，逼近已经瘫软在座位上的周启明。他的身体在椅子上缩成一团，像一只被踩扁的甲虫。周总，你以为靠造谣就能毁掉我？你错了，我能用技术为你打下江山，就能用同样的技术让你精心编织的谎言无所遁形。就在这时，会场大门打开，秦总走了进来，穿着一身浅灰色的西装，步伐从容，身后跟着几位在行业内德高望重的泰斗级人物。那些老人的头发都白了，步履有些蹒跚，但眼神依然锐利，像几把磨了几十年的刀。秦总接过话筒，声音洪亮，说今天他不仅是来为林总站台，更是来宣布一件事。他环视全场，目光扫过每一张脸，最后落在周启明身上，像一把标枪定在他胸口，掷地有声地宣布：我们将联合发起行业诚信联盟。对于周启明这种通过恶意诽谤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联盟将予以永久性行业封杀。这意味着周启明在这个行业里彻底死了，他连翻身的最后一点可能都被剥夺。他恶狠狠地盯着台上并肩而立的我和秦总，气得说不出一个字，嘴唇发紫，喉咙里发出呵哈的声响，像一台生了锈的风箱。回到舞台中央，身后是全新的公司 logo， 银白色的字体在灯光下熠熠生辉。没有再看台下那个已经失去灵魂的躯壳，只是平静地宣布发布会继续。现在我们来谈谈未来。会场的灯光重新亮起，暖黄色的光洒在每个人脸上，那些原本带着敌意的目光此刻都变成了敬畏。发布会后，公司声名大噪，多个大单主动上门，合同像雪片一样飞来。法务部的打印机日夜不停地运转，墨盒换了一个又一个。公司的发展步入快车道，新员工不断入职，工位从1层扩展到3层，还是不够做，决定举办一场庆功宴，地点就在盘下来的曾经属于周启明的公司顶层宴会厅。宴会厅的吊灯是水晶的，在灯光下折射出七彩的光斑，洒在白色的桌布上，像碎了一地的彩虹。邀请了所有员工和核心合作伙伴，包括秦总。宴会厅里觥筹交错，笑声不断，香槟的气泡在杯子里升腾，钢琴师弹着轻快的爵士乐。庆功宴进行到高潮，正在台上致辞感谢团队的付出，话筒握在手心里，微微有些发烫。台下是一张张笑脸，眼睛亮晶晶的。宴会厅的所有灯光突然全部熄灭，整个空间陷入一片浓稠的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全场陷入短暂的恐慌，有人发出惊呼，有人碰倒了酒杯，玻璃碎裂的声音格外刺耳。备用电源也未能启动，应急灯没有亮，连安全出口的指示牌都灭了。黑暗中只有角落里一台服务器机柜的指示灯在微弱的闪烁，那一点红光在黑暗中格外醒目，像一只蛰伏的野兽的眼睛。紧接着一道刺眼的手电筒光打亮了机柜旁的一个人影，光束在黑暗中划出一道白链，是周启明。他头发散乱，一缕一缕的贴在额头上，油腻腻的，不知道多少天没洗过，状若疯癫，嘴角挂着一丝诡异的笑，眼珠子在黑暗中泛着不正常的光，手里抱着一个奇怪的金属容器，那容器大概有篮球大小，表面焊着密密麻麻的线路和芯片，像一个丑陋的金属刺猬。另一只手紧紧攥着一个引爆器，那引爆器是红色的，他的拇指就压在按钮上，指节发白。他通过公司的内部广播系统，让自己的声音响彻整栋大楼，声音经过扩音器的处理失真而刺耳，像从地狱里传来的鬼叫，说林思雨欢迎回到我的地盘。你以为你赢了？你夺走一切都储存在这里，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着你的未来是怎么变成一堆废铁的。那个金属容器是一个简易的 EMP， 也就是电磁脉冲炸弹，原理比谁都清楚。一旦引爆方圆100米内，所有电子设备都会永久性损坏，数据全部清零，无法恢复。孟瑶跌跌撞撞的从他身后出现，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连衣裙，脸上没有化妆，嘴唇干裂，头发乱糟糟的，哭着哀求启明不要，他们已经输了，别做傻事。声音嘶哑，带着哭腔，像一只受伤的猫。周启明一把将他推开，他踉跄了几步，摔倒在地上，膝盖磕在瓷砖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吼道滚开，他输了，他也别想赢。所有人都吓呆了，空气像凝固了一样，没有人敢动，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秦总的保镖试图靠近，脚步放得很轻，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周启明立刻举起引爆器，歇斯底里的吼叫，威胁要同归于尽，声音尖锐的几乎要撕裂耳膜。音批一旦引爆，整栋楼的电子设备，公司所有的核心数据，所有人的手机都将在瞬间被彻底摧毁。那些数据是团队无数个日夜的心血，是公司的命脉，是所有人的未来。在一片死寂中，没有尖叫，也没有哀求。拿起话筒，话筒在手里微微颤抖，但握得很紧，对着黑暗中的周启明平静地说：周总，你知道你和我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声音在空旷的宴会厅里回荡，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没有等他回答，
查，他也不会回答，他只是一只困兽，除了咆哮什么都不会。继续说道：“你以为你的价值是这家公司，是这些服务器，而我的价值是我自己。”声音通过广播清晰地传到每个角落，传到每一只竖起耳朵里，对着那个闪烁的服务器机柜一字一句地说：“按下去吧，毁掉它。你毁掉的只是一堆可以重置的机器和可以从异地栽培中心恢复的数据备份，但我可以告诉你，这个项目的核心算法、2期的所有架构、未来5年的技术路线图全在这里。”我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太阳穴，指尖点在鬓角上，那里的皮肤有一点点凉，说：“我随时可以创造下一个和无数个未来。你按下去，恰恰向所有人证明，你除了毁灭过去，已经再也创造不出任何东西了。你已经是个彻底的废物。”周启明浑身巨震，像被人从背后狠狠捅了一刀。他举着引爆器看着我，手臂开始颤抖，像筛糠一样，眼神中的疯狂渐渐被绝望所取代。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万念俱灰的绝望，像一个溺水的人终于放弃了挣扎。他最后的唯一的复仇手段被轻而易举地剥夺了全部的意义，精神世界在这一刻彻底崩塌了，像一栋被抽掉承重墙的大楼轰然倒塌。引爆器从他无力的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发出啪嗒一声脆响，在寂静中格外清晰。随后他瘫倒在地，像一具被抽走了骨头的躯壳，软绵绵地趴在地上，脸贴着冰冷的地砖。宴会厅的灯光重新亮起，光明来得太突然，所有人都眯起了眼睛。秦总的团队早已在拖延时间的时候，从另一路切断了他的控制，并恢复了电力。安保人员上前将已经形同痴呆的周启明和吓傻的孟瑶控制住。他被架起来的时候，眼神空洞，嘴角流着口水，像一具行尸走肉，站在灯火通明的宴会厅中央，看着台下所有员工和伙伴崇敬的目光。那些目光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对未来的信心，还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我拿起话筒，平静地宣布：危机解除，我们的庆功宴现在继续。钢琴师重新坐下，指尖落在琴键上，悠扬的旋律再次响起，香槟的气泡继续升腾，一切像从未发生过。1年后，新未来科技已成为行业标杆企业，公司的 logo 挂在这座城市的最高处，晚上会亮起蓝色的灯，整条街都能看见。个人也登上了《时代先锋》的杂志封面，标题是定义未来的科技女王。那期杂志摆在书报亭最显眼的位置，封面上的自己穿着一件白色衬衫，头发扎成马尾，眼神平静而坚定。再一次在就业培训的公益活动上，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活动是在一个社区活动中心举办的，场地不大，但收拾得很干净，墙上挂着励志标语。一个男人在会场角落里默默地搬运着桌椅，弯着腰把折叠椅一张一张从推车上搬下来摆好。他头发花白，白得很不均匀，像撒了一层盐，背脊佝偻得厉害，像一张被压弯的弓，脸上写满了生活的沧桑，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手背上青筋凸起，指甲缝里嵌着黑泥。他也看到了我，眼神先是惊恐的躲闪，像一只被灯光照到的老鼠，本能的往阴影里缩，随即一种狗急跳墙般的卑微战胜了恐惧。他冲破工作人员的阻拦，不顾一切的跪倒在面前，膝盖磕在水泥地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抓着西装裤脚，手指紧紧攥着布料，指节发白。林总，林小姐，思雨求求你给我一条活路。哭诉着说，孟瑶因为诈骗罪出狱后精神失常，每天都需要昂贵的药物维持，那些药一粒就要上百块，一顿都不能断。她因为行业封杀，根本找不到正经工作，投了上百份简历，全部石沉大海，只能打这种最底层的零工，搬搬桌椅扫扫地，连下个月的药费都凑不齐。又提起了可笑的过去的情分，说当年带我入行教我谈客户，给我机会，只要肯给他一个机会，他愿意做牛做马，没有立刻扶他，也没有踢开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花白的头发，佝偻的脊背，眼角那道从未有过的泪痕。从口袋里拿出一枚崭新的1元硬币，硬币在指尖翻转了一下，反射着头顶日光灯的白光，将硬币举到他眼前，用不带任何感情的语调说，我记得有人曾告诉我要像狗一样摇着尾巴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说要做牛做马吗？学3声狗叫，这枚硬币就是你的。周启明看了看周围，周围站满了人，有工作人员，有来参加培训的学员，有路过的行人，又看了看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像一尊雕塑。最终他闭上眼，眼皮剧烈的颤抖着，喉结滚动，像吞了一块烧红的炭，发出第一声嘶哑的汪。那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像生锈的铁门被强行推开，干涩、刺耳、屈辱。就在他准备发出第2声时，冷冷的打断，停下吧。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他的眼睛还闭着，睫毛在微微颤抖，像一只被雨淋湿的蝴蝶的翅膀，说我不是真的要听你叫，只是想让你自己选一次，在尊严和生存之间，你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现在你终于和你曾经最鄙视的样子一模一样了。我没有把硬币给他，转身对助理说，以公司慈善基金的名义，向精神病院捐赠一笔费用，指定用于孟瑶女士的长期治疗。看着面如死灰的周启明，那张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了，像一张被揉皱又摊平的白纸，补充道，但这笔钱你1分都碰不到，这里有份清洁工的合同，月薪3000，包吃住，和其他所有普通员工一样，按劳取酬，没有特权，给他的不是施舍，而是让他用最卑微的劳动去仰望他永远也无法再企及的世界。转身离开，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嘟嘟嘟，声音越来越远，再也没有回头看他一眼。那个跪在地上的身影慢慢缩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余光里。夕阳下，走到公司楼下的许愿池边，池水在夕阳的映照下泛着金红色的光，水面上飘着几片落叶，拿出了那枚沾染过仓库污垢的1元硬币，硬币上还有一些暗色的痕迹，怎么擦都擦不掉，像一段抹不去的记忆。没有将它珍藏，而是轻轻一弹，硬币从指尖飞出去，在空中划出一道弧线，在夕阳下闪着光，落入水中，扑通一声溅起一小朵水花，涟漪一圈一圈的荡开，把水面的落叶推开又聚拢，回到办公室，签下公司最新1季度的卓越贡献奖发放名单。名单的第
第一个是一位刚入职不久却解决了重大技术难题的年轻女孩，她的照片贴在档案上，笑容灿烂，眼睛里有一种熟悉的光，像很多年前的自己将获得的是远超她预期的，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巨额奖金。拿起笔在批准栏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笔尖在纸面上沙沙作响，墨水渗透进纤维里，留下一个清晰而坚定的签名。新未来科技成立2周年那天，公司在市中心最顶级的酒店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典，宴会厅里宾朋满座，500多个席位全部坐满。晚宴还没开始，就已经有人端着酒杯四处寒暄，站在舞台侧面的幕布后面，透过缝隙看着台下那张张陌生的面孔，心里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情绪。2年前的那个雨夜，蹲在路边放声大哭的时候，从未想过会有今天。灯光师打了个手势，示意该上台了，深吸一口气，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香槟色的礼服裙，踩着10公分的高跟鞋，稳稳地走向舞台中央。聚光灯亮起来的那一刻，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握着话筒，目光扫过台下每一张脸，有并肩作战的老同事，有刚刚加入的新面孔，有合作多年的客户，也有慕名而来的投资人。站在这里的人不再是那个被硬币掩埋、被当众羞辱的林思雨。开场白很简单，感谢了团队的付出，感谢了客户的信任，感谢了所有在至暗时刻伸出过手的人。提到秦总的名字时，特意朝着他的方向微微颔首。他坐在第2排靠右的位置，穿着一件深灰色的西装，冲我点了点头，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笑意。致辞结束，走下舞台，秦总已经在侧台等着。他从服务生手里接过一杯香槟，递过来，说今天的表现很好，比他见过的很多上市公司 CEO 都要稳。接过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香槟的气泡在舌尖上炸开，有一点酸，有一点甜。问他当初投资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新未来能做到今天这个规模？他端着酒杯想了想，说想过，但没想到这么快。他说投资的时候看中的不只是技术能力，还有一种他从上20多年很少见到的东西。问他是什么，他看着我的眼睛，说是韧性，被打碎了还能重新站起来的那种韧性。这种东西比技术、比资金、比任何资源都珍贵。宴会结束后，一个人走到酒店的天台上吹风，城市的夜景在脚下铺展开来，万家灯火像一片金色的海洋。远处有几栋写字楼的灯还亮着，不知道里面有多少人还在加班。手机震动了一下，是助理发来的消息，说明天的行程安排已经发到邮箱了。早上9点有个投资人会议，下午2点要去拜访一个潜在客户。回复了一个好字，把手机揣进口袋。天台上的风有一点凉，吹得裙摆猎猎作响。远处的天际线上有一架飞机的灯光在缓缓移动，不知道载着什么人去往什么地方。想起2年前那个夜晚，蹲在路边哭着给秦总发短信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夜色，只是那时的灯火看起来遥远而冰冷。如今再看，每一盏灯都像是一个可以被触摸到的希望。公司进入第3年的时候，业务版图已经从单一的科技服务扩展到智能硬件、企业咨询和投资孵化4个板块，团队从最初的10几个人扩大到300多人，办公地点也从一栋写字楼的2层扩展到了整整5层，一切都井井有条，一切都欣欣向荣。但只有自己知道，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凌晨3点还在回复邮件的日子并不少见，周末的会议也从来没有断过，有时候连轴转3、4天，嗓子哑得说不出话。助理会把润喉糖和保温杯一起递过来，心疼地说：“林总，您歇一歇吧。”接过润喉糖，含在嘴里，苦中带甜的味道在舌尖化开，说：“再等等，把这个方案敲定就休息。”然后继续对着电脑屏幕一个字一个字的修改那份关于智能家居生态系统的商业计划书。秦总偶尔会来公司转转，每次来都会带一束花，有时候是百合，有时候是雏菊，有时候是几只简单的满天星。他说办公室里摆点花，心情会好一些，做决策的时候也会更清醒。把花插进窗台上的花瓶里，说谢谢秦总。他靠在门框上，双手插在口袋里。别总是秦总秦总的叫，听着生分叫我老秦就行。老秦，那你也别叫我林总了，叫思雨。思雨，晚上有空吗？新开了一家日料店，听说不错，一起去尝尝。犹豫了一下，说晚上还有个会要开。他没有勉强说那就改天，转身离开了办公室，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心里有一瞬间的动摇，但很快就压了下去。现在还不是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公司的业务刚刚走上正轨，每一个决策都关乎几百号人的饭碗，没有多余的精力去经营一段感情，也没有勇气去试探那段感情背后可能隐藏的复杂。桌上的手机响了一声，是助理发来的会议提醒。关上电脑，拿起文件夹，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路过窗台，那束百合在阳光下开得正好，洁白的花瓣上还挂着水珠，像刚刚哭过的眼睛。公司成立3周年的时候，行业里开始流传一个说法，说新未来科技是近10年来最成功的创业公司之一，而创始人林思雨是商界最值得关注的年轻女性领袖。各种论坛峰会的邀请函像雪片一样飞来，杂志的采访约了一轮又一轮，甚至有电视台的人找上门来说想做一期关于女性创业者的专题节目，拒绝了大部分邀请，只接受了少数几个真正有分量的。助理不理解，说林总这些曝光对公司品牌很有帮助，为什么不多接一些？我把一份采访提纲放在桌上，用红笔圈出其中几个问题，说你看，他们问的不是技术，也不是商业模式，是我的感情状况，是我的穿搭心得，是我怎么平衡事业和家庭。这些问题的背后藏着一种预设，一个女人做到这个位置，一定付出了什么代价，一定牺牲了什么，一定在某些方面有所亏欠。助理沉默了，把红笔放下。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个社会对女性的审视和对男性的审视从来不在同一个维度上。我要做的事情就是用成绩让这些审视变得无关紧要。助理点了点头，把那份采访提纲收起来，说
再去筛选一轮，只保留真正关注业务的媒体。我说好，窗外的阳光洒进来，照在办公桌上那个小小的相框上，里面是一张老照片，拍摄于刚入职周启明公司的第1年。照片里的人穿着一件廉价的白色衬衫，头发扎成一个马尾，对着镜头笑得毫无防备。那时候什么都不懂，以为只要努力就会有回报，以为真心就能换来真心。如今再看那个笑容，觉得又心疼又庆幸。心疼那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姑娘，庆幸她没有被那些恶意吞噬，反而在废墟上建起了一座属于自己的城池。手机响了，是技术部负责人打来的，说新产品的测试数据出来了，比预期还要好，问要不要提前发布。我说再等等，再测试一轮，确保万无一失。挂断电话，把相框放回原处，继续处理手头的工作。第4年秋天，公司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家国际知名的科技巨头发来收购意向，报价高得惊人，足以让所有早期投资人获得10倍以上的回报，也让团队里每一个人一夜之间成为千万富翁。消息传开的那天，整个公司都沸腾了，茶水间里到处都在讨论这件事。有人兴奋地说，终于可以财务自由了；有人担忧地说，被收购之后会不会裁员；也有人沉默不语，低头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召开了一次全员大会，站在台上看着台下300多双眼睛，有期待的，有紧张的，有疑惑的。收到了一份收购意向，价格很好，条件也很好，但还没有做决定。台下一片寂静。这个公司是大家一起从零开始建起来的，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客户，每一行代码都凝聚着大家的心血，所以这个决定不能一个人做，需要听听每一个人的想法。会议室里安静了很久，然后有人举手发言，是技术部最早加入的那批员工之一，小李。2年前在那个仓库里偷偷给我发消息、通风报信的小伙子。他站起来，声音有一点抖，说他记得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只有一间办公室，6个人，3台电脑，连空调都是坏的，夏天热得汗流浃背，但无人抱怨，因为大家都相信事情是有意义的。他说如果被收购了，这家公司就不再是当初那个公司了，那些理念，那些坚持，那些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化和价值观，可能都会慢慢消失。说他不怕辛苦，也不怕钱少，怕的是失去那个可以自己做主，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做事的地方。说完之后，他坐下了，眼眶有一点红。会议室里沉默了几秒，然后响起了掌声，没有当场做决定，说需要时间考虑，也希望大家再想一想，下周再来讨论。散会后回到办公室，关上门，靠在椅背上，闭着眼睛想了很久。桌上的电话响了，是秦总打来的。他说听说收购的事了，我没有表态，问我在顾虑什么，说钱确实很多，多到可以让所有人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但有时候会想一个问题，当初为什么要创业？秦总没有接话，安静的等着。我说不是为了钱，如果是为了钱，2年前拿着秦总的投资意向书直接答应就行了，不需要后来那些折腾。之所以坚持到现在，是想证明一件事，一个人可以不靠关系，不靠背景，不靠任何见不得光的手段，堂堂正正的做出一番事业。收购之后，新未来就不再是那个新未来了，它会变成大公司的一个部门，按照大公司的规则运转。那些关于公平、关于透明、关于技术改变世界的理想，可能都会被稀释。秦总沉默了一会儿，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支持你。挂了电话，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窗外的城市，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橘红色，远处的写字楼玻璃幕墙反射着金光，像一面面燃烧的旗帜。最终的决定是不卖。消息公布的那天，公司里有人松了口气，也有人面露失望。理解那些失望的人，没有人会和钱过不去，但更感激那些留下来的人，他们选择相信的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方向。在全员邮件里写了一段话：新未来不会成为任何人的附属品，他会一直走下去，用自己的方式走自己的路。发完邮件之后，靠在椅背上，长长的呼出一口气。窗外的阳光正好落在手背上，那片被咖啡烫过的红痕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第5年，新未来科技推出了第一款完全自主研发的智能硬件产品，那是一款针对视障人士设计的智能导航设备，小巧轻便，可以挂在钥匙扣上，通过语音和震动反馈为使用者提供精准的导航服务。项目的灵感来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那天下班后去便利店买东西，在门口看到一个盲人老先生拄着盲杖站在路边犹豫不决，似乎在判断方向。走过去问他需要帮忙吗？他说要去前面的公交站，但不确定该往哪边走。陪着他走到公交站，每走一步都很小心，像是在试探脚下的地面是不是安全的。等车的时候和他聊了几句，他说最怕的不是走路，是走错了方向。有时候明明只差一个路口，却绕了很久很久，天黑了还找不到家。那天晚上回到办公室，把这个经历讲给技术团队听，说能不能做一个东西解决这个问题。技术总监说技术上不难， GPS 加语音播报就行，难点在于精度和续航，还有就是成本要控制在普通人能接受的范围内。项目启动之后，团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算法工程师们反复优化定位精度，硬件工程师们一遍遍的测试续航时间，产品经理亲自去盲人协会做调研，一待就是整整1个月。产品发布的那天，邀请了几位视障人士来做体验，其中一位中年女士带上设备之后，在公司楼下的街区走了一圈，回来的时候眼眶红红的，说这是她失明15年来第一次一个人走完一整条街，没有问路，没有犹豫，每一步都很确定。她说谢谢你们，让我觉得这个世界还有人记得我们。站在旁边鼻子一酸，差点哭出来。发布会结束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把那个小小的导航设备放在手心里看了很久。它很小，小到可以放进任何一个口袋，但它承载的东西很大，大到足以改变一个人的生活。这才是想要做的事情，不是去追逐风口，不是去制造泡沫，而是用技术去解决那些真实的、具体的、被大多数人忽略的问题。那天晚上给秦总发了一条消息，说产品发布了，反响很好。他秒回了一条，说看到了，很骄傲。问他骄傲什么？他说骄傲于你始终没有忘记为什么要出发。看着屏幕上的那行字，
次眼眶又红了，这次没有忍住，眼泪掉下来，滴在手机屏幕上，把那行字晕开了一点。第6年，公司内部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震荡，一位从创业初期就跟着的元老级员工，因为业绩压力和个人发展的原因提出了离职。他叫老王，是技术部最早的架构师之一，性格沉默寡言，但技术能力极强。公司第一个产品的底层代码有一半是他写的。来找我谈离职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低着头，像做错老事的孩子。问他为什么，他说累了，公司越做越大，管理越来越复杂，他只想安安静静的写代码，不想开会，不想带团队，不想处理那些人际关系，说他可以不带团队，可以只写代码。他摇了摇头，说回不去了，公司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小作坊了，每一个决策都牵动几百号人，不想成为那个拖后腿的人。沉默了很久，问他打算去哪里，他说有个朋友在做开源社区，邀请他去做技术顾问，不用管人，不用管事，只管代码。说好，尊重他的选择。走的那天，公司给他办了一个小型的欢送会，他站在台上说了很多话，是这些年来说的最多的一次。他说他相信技术可以改变世界，但更相信改变世界的不是技术本身，而是使用技术的人。他说他见过很多聪明人，但很少见过善良的人。说他愿意留下来这么久，不是因为这公司待遇多好，是因为这里的人让他觉得做技术这件事是值得的。说完之后，他朝我鞠了一躬，说谢谢。台下很多人都哭了，包括我。他离开之后，偶尔还会发消息联系，每次都会回复他说注意身体，别太累。他回一个笑脸的表情，说放心，写代码就是最好的休息。第7年，公司开始布局海外市场，第一个目标市场选在了东南亚，那里的人口结构年轻，互联网渗透率正在快速提升，而且竞争还没有国内那么激烈。派了一支精锐的团队去新加坡设立办事处，自己每个月也要飞过去待上1周。飞机落地的时候常常是凌晨，拖着行李箱走出樟宜机场，热带的潮湿空气扑面而来，和国内深秋的干燥截然不同。酒店前台的小姑娘已经认识我了，每次都会笑着说林小姐又来了，房间已经准备好了，按照您习惯的方式布置的。说谢谢，接过房卡，拖着行李箱上楼，打开房门，窗外的滨海湾夜景尽收眼底，金沙酒店的灯光在水面上投下一片金色的倒影，像碎了一地的金子。洗个澡，打开电脑，开始处理堆积的邮件。助理发来消息说明天的行程从早上8点开始，第一个会是与当地最大的电信运营商的合作洽谈，然后是拜访一个潜在的投资机构，下午有2个技术团队的面试，晚上还有一个行业交流晚宴。回复说收到，然后继续工作。窗外渐渐亮了，天边泛起鱼肚白，滨海湾的灯光一盏一盏的熄灭，新的一天开始了。海外市场的开拓比预想的要顺利，东南亚的合作伙伴对我们的技术和产品非常认可，第一个季度的签约金额就超过了全年的预期。在一次签约仪式上，对方的 CEO 握着我的手说林总，你是我见过的最专业的女性企业家。我说谢谢，心里却想什么时候才能不用在前面加一个女性2字，只是被叫做企业家。这个问题没有问出口，只是笑了笑，端起香槟杯和他碰了一下。签约结束之后回到酒店，收到一条消息，是秦总发来的，东南亚的业务进展很顺利，恭喜。我回复说还在起步阶段，路还很长。他说慢慢来，不急，你已经走得比很多人都快了。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说在谈一个公益项目，想帮助偏远山区的孩子接触编程教育，说这个想法很好，如果需要支持，公司可以出一份力。他说正有此意，回头把方案发给你看看。放下手机，窗外的夜色已经很深了，远处的天际线上有几颗星星在闪烁，微弱但坚定。第8年，公司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时刻，在行业年度评选中，新未来科技被评为年度最具创新力企业，个人也被授予年度杰出商业领袖的称号。颁奖典礼在国宴厅举行，到场的都是商界和政界的重量级人物，穿着一条黑色的长裙，头发盘起来，戴着一对简单的珍珠耳环，站在台下等待领奖的时候，手心出了汗。主持人念到名字的时候，深吸一口气，走上舞台，从颁奖嘉宾手中接过那个沉甸甸的奖杯，站在话筒前，看着台下的几百位嘉宾，说最想感谢的是那些在至暗时刻依然相信光的人。走下舞台的时候，秦总站在侧台等着，手里拿着一束花，是白色的玫瑰，花瓣上还带着水珠。他说恭喜，这是你应得的。接过花说谢谢。他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我读不太懂的东西，是欣赏，是心疼，还是别的什么，说不清楚。说今晚有没有空，想请你吃个饭庆祝一下。犹豫了一下，我说好。他笑了，说那就说定了，在外面等我。换下礼服，穿上便装，走出酒店的时候，他靠在一辆黑色的轿车旁边，换了一身休闲的衣服，看起来很年轻。他拉开车门，上车吧，带你去一个地方。问他去哪，他说保密，到了就知道了。车子开了大概40分钟，从繁华的市中心驶入一条安静的林荫道，两旁是高大的梧桐树，路灯的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在地面上投下一片斑驳的影，最后停在一条河边，河面不宽，水很静，倒映着两岸的灯光。推开车门走下来，夜风带着水汽吹在脸上，凉丝丝的，很舒服。他走到河边，双手撑着栏杆，说这是他年轻时最喜欢来的地方，每次遇到想不通的事就会来这里坐坐。站在他旁边，说没想到你也有想不通的时候。他笑了笑，说当然有，他也是人。沉默了一会儿，他转过头看着我说，思雨，有些话憋在心里很久了，不知道该不该说。我心跳漏了一拍，说你说吧。他说从第一次在仓库里看到我躺在那堆硬币中间的时候就被镇住了，不是因为同情，是因为佩服。他说一个人被打成那样，还能说出那样的话，还能站着走出去，这样的人他这辈子没见过几个。后来投资你的公司不是因为商业价值，是因为觉得如果这样的人都不能成功，那这个世界就太不公平了。说他看着我一路走过来，从那个在仓库里被羞辱的林经理到站在国宴厅领奖的林总，每一步都走得不容易。
他说他很庆幸能在我最难的时候站在我身边。说完之后，他安静了。河面上的风吹过来，吹动他的头发，没有回答，只是安静地站着，看着河面上的灯光倒影。过了很久，才开口说：“老秦，谢谢你。”他说不用谢，说不是客气，是真心的。如果没有你那支钢笔，没有那个定位和呼叫装置，不知道现在会是什么样子。他说那支钢笔只是一个工具，真正救我的是我自己。转头看着他，他的侧脸在灯光下很好看，轮廓分明，眼角的细纹里藏着这些年经历过的风霜。说你喜欢我吗？他没有回避，看着我说喜欢，从很早之前就喜欢了。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我也是。他眼睛亮了一下，像河面上那盏最亮的灯，然后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个得到了糖果的孩子。他说那我们可以试试吗？可以，但有一个条件。他问什么条件？不能因为在一起就影响工作，公司的事该怎样还是怎样。在公司里你叫我林总，我叫你秦总，公事公办。他想了想，说成交，伸出手和他握了一下，像签一份合同。然后两个人都笑了，笑声在夜风里飘出去很远。河面上的灯光在水波里晃动，碎成一片金色的光斑，像无数颗星星落在水面上。在一起之后的生活和想象中不太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浪漫，也没有刻意回避的尴尬，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像两条河流汇入同一片大海。工作日的时候各忙各的，他在他的办公室，我在我的办公室，偶尔在走廊上遇到，互相点个头，像两个普通的同事。周末的时候会一起吃饭，有时候是他下厨，有时候是我叫外卖。他做饭的手艺很一般，翻来覆去就那几道菜：番茄炒蛋、清炒时蔬，偶尔煎一块牛排，但每次都吃得很认真，夸他进步了。他挠挠头说：“你别安慰我了，我知道还是那个味。”说不是安慰，是真的好吃，因为是你做的。他被这句话噎住了，低头扒饭，耳朵尖红了。有时候会一起去看电影，他喜欢看文艺片，我喜欢看商业片，每次都剪刀石头布决定，他赢的次数多一些，但每次都假装输给我，说他耍赖。他说没有，是运气不好，笑着捶了他一拳。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阳台上喝茶，看着远处的城市发呆。他泡茶的手艺很好，水温、茶叶、时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说这是跟他父亲学的。他父亲是个中学老师，退休之后最大的爱好就是喝茶，每天下午3点准时泡一壶，雷打不动。他说他以前不理解，觉得喝茶有什么意思，又苦又涩，现在懂了，喝茶喝的不是味道，是时间。端着他泡的茶，茶汤清亮，香气袅袅，入口有一点点涩，但回甘很长。那你现在是不是也到了喝茶的年纪了？他说差不多吧，心态老了。你一点都不老。他笑了，眼角的鱼尾纹挤在一起，说头发都白了一半了。我说白头发怎么了？那是智慧的象征。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发，说你的头发也白了。愣了一下，说在哪里？他指了指鬓角，说这里有一根，说帮我拔掉。他说别拔了，留着吧，那是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鼻子一酸，把脸埋进茶杯里，假装在喝茶。在一起1年之后，他提出想带我回家见见他父亲，犹豫了很久，说好。出发那天是个周末，天很蓝，云很白，路两边的稻田已经黄了，风吹过来，掀起一片金色的波浪。他把车开得很慢，说这条路小时候每个周末都要走，从镇上到县城上学，坐大巴要1个半小时，每次都晕车。说你小时候一定很乖。他说恰恰相反，皮得很，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虾，什么坏事都干过，没少挨打。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忍不住笑了。到了他家，是一栋老式的2层小楼，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上挂着红彤彤的果子。他父亲站在门口等着，头发全白了，但精神很好，喊了一声爸爸，我往前推了推，介绍了我。他父亲上下打量了一眼，说进来坐，饭马上好。吃饭的时候，他父亲不停地给我夹菜，说多吃点太瘦了，然后看着他说好好对人家，别像你妈那样。他的筷子顿了一下，没有说话。桌子下面我握了握他的手。后来公司上市，站在敲钟台上，台下掌声雷动，心里却很平静。记者问我最遗憾的事是什么，我说最遗憾的是那些曾经并肩走过一段路的人，有些已经走散了。第10年10周年庆典，地点选在当年被威胁过的酒店，站在台上致辞，说最想感谢的是那个在雨夜里蹲在路边放声大哭的女孩，谢谢你没有放弃。庆典结束后，一个人走上天台，秦总跟上来，靠在他肩上，他说继续往前走。我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一枚崭新的1元硬币，对着月亮轻轻一弹，硬币划出一道弧线落下去。楼下的许愿池早已变成一片白玫瑰花园，在月光下安静地开着，有些愿望不需要许愿池也能实现。